看到楚灵溪，楚风心生庆幸，因为楚灵溪一直跟着其母亲古明渊，所以倒也使得楚灵溪没有跟着楚氏天族一同被那神秘人所绑走。妹妹，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楚风直接现身，而念天道人、圣光不语以及圣光白眉知道楚风与楚灵溪是要叙旧，所以便也是识趣的，继续隐藏着。楚风看到楚风，楚灵溪也是十分激动。你怎么回来了？楚灵溪御空而行，主动跑到楚风近前，好奇地询问起来。那你为什么回来？楚风问道。我只是想大家了，所以便回来看看。楚灵溪说道。我也是。楚风说道。楚风，你说大家到底去哪了？他们不会有事吧？楚灵溪询问之际，脸上的担忧之色也是越来越浓。楚氏天族消失已不是秘密，大千上界的人都已知晓，只是大家都不知道楚氏天族去了哪里。楚风原本知晓，只是现在哪怕是他也不知晓了。但好在直觉告诉他，楚氏天族的族人没有遇难，应该都还活着。毕竟那位绑走楚氏天族的不像是楚氏天族的仇人。不过楚风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何用意，族人应该没事的，不用担心。楚风对楚灵溪安抚道，因为害怕楚灵溪担心，也并没有将实话告诉他。可是这样的安抚其实并没有效果，但楚灵溪不想楚风有负担，还是强挤出了一抹微笑。楚风，我已经听闻你在圣光一族所做的事情了，你现在好厉害啊，连圣光一族都要讨好你了。我才至尊初期，可你都已经5尊了，看来是再也无法追上你了，再也没办法做姐姐，只能做妹妹了。虽然你变强了，我也高兴，但是想到要一直被你叫妹妹，我就好气啊。楚灵溪撅着小嘴，竟有着些许委屈。楚风少侠现在可不是寻常的5尊，而是8品5尊。可就在此时，圣光白眉的声音则是响了起来，与此同时他的身影已是浮现。见状，圣光不语以及念天道人也都是一同现身。8品5尊，真的假的？而就在圣光白眉他们现身的同时，又有身影出现，此人乃是群妖圣殿殿主。而在群妖圣殿殿主的身后，还跟随着楚灵溪的母亲古明渊。看到群妖圣殿殿主和古明渊，楚风他们毫不意外。其实他们早就发现了群妖圣殿殿主与古明渊这2位应该是跟着楚灵溪一同来的，不过他们2个没有现身，一直隐于暗处。虽然隐藏手段高明，但却逃不过楚风等人的法眼。拜见3位大人。群妖圣殿殿主急着现身，是诧异于楚风如今的修为，但冲动过后，还是赶忙向圣光白眉以及圣光不语以及念天道人施以大礼。毕竟现在的他也早就知晓了圣谷的强大。古明渊虽并未亲眼见到圣光白眉当日的威风，可也有所耳闻，知道这是身份实力都远在圣光一族族长之上的人物，所以现身之后不敢怠慢，第一时间便上前施礼。至于楚灵溪，自然也如其母亲一般，不敢对这些大人物有所怠慢，都是楚风少侠的朋友，礼节就免了。圣光白眉摆了摆手，虽然仍是惧怕圣光白眉，可也正因惧怕，所以对他的话，群妖圣殿殿主他们也是不得不听从。楚风小友，刚刚白眉大人说你已是8品5尊，这是真的吗？群妖圣殿殿主好奇地看向楚风，楚风点了点头。我的妈呀，你这小子进步也太快了吧！感受到楚风的气息，群妖圣殿殿主也是张大了嘴巴。原本楚风当初与圣光玄烨一战，他就已经被楚风的进步而吓得不轻，可现在楚风的修为竟然已是8品5尊，这样的修为只是一口唾沫就能把圣光玄烨淹死。若是圣谷的人不出手，这当今圣光天河，楚风妥妥的最强之人啊！可楚风明明还只是一个小辈啊，尤其是回想起第一次见到楚风时楚风的实力，再看看现在这强烈的对比，连他都有些难以承受。妖孽，太他娘的妖孽了！你这进步速度简直闻所未闻。也就是我认识你，若我不认识，换做别人和我说，我他娘一定都打死他。怎么可能有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增进这么多呢？群妖圣殿殿主表现得极为夸张，可实际上只有他知道，这真不是夸张，而是他最真实的感受和情绪。哪怕早就知道楚风是天才，可当得知楚风已是8品5尊，他仍感觉难以置信。至于古明渊和楚灵溪母女俩，更是宛如石化了一般，愣在了原地。毕竟相比于群妖圣殿殿主，他们认识楚风的时间可更久，所以他们所见到的楚风修为的跨度也更大。8品5尊算什么？楚风少侠在9魂天河做的事情，那才叫了不起。他现在可是9魂天河的英雄，连9魂圣族族长看到他都是客客气气啊。圣光白眉又得意地说道：“9魂圣族族长都客客气气。”听闻此话，群妖圣殿殿主3人再度惊讶到合不拢嘴。群妖圣殿殿主更是好奇地追问起来：“白眉大人，楚风小友他到底做了什么？可否告知于我？”圣光白眉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是看向楚风。楚风少侠，老夫能说吗？看到这迫不及待想要炫耀楚风事迹的圣光白眉，楚风也是笑着摇了摇头，这让他不由想起第一次与圣光白眉见面的场景。那时的圣光白眉还一心想置楚风于死地，可现在楚风俨然成为了他心中的骄傲了。当然可以。最终楚风还是点了点头，而后圣光白眉便将楚风在9魂天河掌控修罗大军、击败司马相图以及单道仙宗的事情告知了古明渊、楚灵溪以及群妖圣殿3人。而毫无意外的，这些事情对他们3位造成了更大的冲击，尤其是楚灵溪，在看楚风的眼神都变了。他恍然间觉得楚风有些陌生了，这种陌生倒不是真的觉得关系疏远了，纯粹是来自于实力与地位的差距。你这是啥眼神啊？楚风察觉到了楚灵溪的变化，不由问道。看来我是再也不能做你姐姐了。楚灵溪低头叹道，虽为楚风今日的成就感到自豪，可同时却也因看不到追赶楚风的希望而有些难过。傻丫头，这是哥给你准备的礼物。楚风说话间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楚灵溪。我的妈呀，这也太贵重了吧！打开乾坤袋，楚灵溪与古明渊甚至是群妖圣殿殿主
都是感到震惊。这里面的都是极为利奥德的修炼资源，比如白日星河所得，以及黑煞老魔那里所得。当初为利奥得到这些资源，楚风也是费了不小的力气，只是因为当时修为有限，迟迟无法破解这些修炼资源，便也无法为楚风所用。现在楚风倒是能够破解了，只是随着自己修为的大幅度提升，这些修炼资源对于现在的楚风而言已是没有了作用，索性便将他们全都交给楚灵溪。这些东西如今经过楚风的破除，已经成为了纯粹的修炼资源。楚灵溪使用得当的话，全部都可以用。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楚灵溪也知道这些东西有多珍贵，所以第一反应便是拒绝。收着吧，这些对我而言都没用了。楚风说道。丫头，给你就收着吧。这些东西虽然珍贵，但是对于现在的楚风少侠来说，的确无用了。圣光白眉也是劝道。那我就不客气了。虽然仍有些不好意思，可楚灵溪还是收下了，因为这些对于他而言的确有着大用。虽然追赶楚风是别想了，但若使用得当，倒是可以让现在的他突飞猛进。灵溪小友，此物你也收下吧。念天道人说话间，将一个玉瓶递给了楚灵溪，打开一看，竟是念天真气，并且极为精纯。前辈，这也太贵重了，灵溪不能要。楚灵溪的第一反应便也是拒绝。收着吧，这本是为楚风小友准备的，只是他增进的太快，当在遇到他的时候，这对他已经没用了。你既是他妹妹，就带他收下吧。念天道人劝道。收着吧。楚风也是劝道。那我便恭敬不如从命了。楚灵溪接了过来，但还是补充了一句：前辈，其实我比楚风大呢，只是我们两个约定好，谁的实力强，谁就做大的，所以，话到此处，楚灵溪无奈的叹息一声。听闻此话，其他人却是笑了，他们终于知道为何楚灵溪对于楚风叫他妹妹如此的在意了。前辈，这个请务必收下。随后楚风又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群妖圣殿殿主。楚风小友，和我就不必客气了吧。群妖圣殿殿主看着这乾坤袋的第一反应便是拒绝。前辈，您对我的帮助根本不是这小小礼物可比，但您若收下，我心中的愧疚会少上一些。楚风一脸凝重地对群妖圣殿殿主说道。之前楚风委托群妖圣殿殿主帮忙保护楚灵溪和古明渊母女俩，而群妖圣殿殿主极为尽责，甚至当其性命，甚至全族安危遭受圣光玄烨威胁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古明渊与楚灵溪母女交出来。这样的恩情，楚风自然感激不已。你这小子真是的，罢了，我收下还不行吗？你呀，现在的重要任务是努力修炼，别说是我，日后这整个圣光天河都还要指望你呢。群妖圣殿殿主一边说着，倒也是一边将乾坤袋接到手中，只是打开之后，他却也是眉头皱起，不因别的，只因里面的东西实在太贵重了。怎么这么贵重啊？我现在拒绝还来得及吗？群妖圣殿殿主说道。来不及了，前辈，您只能收下了。楚风笑眯眯地说道。收下吧，你的确立了大功。圣光白眉也是说道。既然白眉大人开口，那属下便恭敬不如从命了。最终群妖圣殿殿主还是将这乾坤袋收了起来，收下之后还开玩笑地说道：这投资真是血赚不亏啊。听闻此话，众人也都是笑了，虽是玩笑，可却也是事实。他们都是见证过楚风成长的人，正因知道楚风从前是什么模样，便也知道群妖圣殿殿主的这句话很对，与楚风交善的确是血赚不赔的买卖。灵溪小友，老夫想收你为弟子，不知老夫是否有这个福分。忽然念天道人对楚灵溪说道。听闻此话，众人皆是一愣，没有想到念天道人会突然提出这个要求。而古明渊短暂的愣神之后，则是很快面色转喜，更是不停地对楚灵溪使眼色，想必也开始暗中传音。念天道人何等人物，若能成为他的弟子，那乃是极大的荣耀。而楚灵溪显然对此也看得清楚，所以也是欣喜若狂。可还不待楚灵溪开口，圣光白眉却率先开口了。念天，别和老夫抢行吗？圣光白眉此话一出，众人又是一愣，啥意思？难道圣光白眉也想收楚灵溪为弟子？抛开结界之术不谈，无论是身份还是实力，圣光白眉都是比念天道人更强的存在。白眉前辈，你也想收我妹妹为弟子？楚风好奇地问道。我这丫头顺眼，带回圣谷也刚好可以给我那孙女做个伴。不过楚风你放心，既然是你妹妹，老夫绝对会悉心教导，将老夫本领倾囊相授。虽不是我圣光一族族人，可也必然能够得到圣光一族真传。圣光白眉说话间还看向楚风，他的意图很明显了，他只是看楚灵溪顺眼，而并非觉得楚灵溪天赋利奥的。说白了，他是看在楚风的面子，才想收楚灵溪为弟子的。白眉大人，这可是老夫先开的口。念天道人再度开口，从他的语气便能听出来，他并不想把楚灵溪让给圣光白眉。怎么，念天，你还要与老夫争吗？圣光白眉有些不悦地看向念天道人，那眼神之中或多或少都有着几分威胁之意。可念天道人也是个倔脾气，显然不会轻易放弃。白眉前辈，念天前辈，不如让我妹妹自己做决定吧。见状，倒是楚风开口打起了圆场。那好，就由灵溪这丫头自己做决定。圣光白眉大袖一挥，自信满满。而念天道人以及其他人也都将目光投向了楚灵溪，此时所有压力都来到了楚灵溪这一边。古明渊更是为自己的女儿捏了一把冷汗。不管念天道人以及圣光白眉与楚风关系如何，可至少对于他们母女俩而言，无论是圣光白眉还是念天道人，那都是妥妥的大人物，哪一个都得罪不起。可现在让楚灵溪来选，那务必是要得罪一个的。不过相比于自己的母亲，楚灵溪倒是心大，并没有太大的负担，很快便做出了决定。于是他走到圣光白眉身前，多谢白眉大人厚爱。不过我从小就很崇拜念天大人，所以还请白眉大人莫怪。楚灵溪对着圣光白眉深施一礼，这个决定虽让人意外，
可似乎也是情理之中。虽说身份与实力，圣光白眉更胜一筹，但若要说作为师尊，无论怎么看，念天道人都更像是一个好师尊。你这丫头真是没眼光。圣光白眉虽然不爽，但却也没多说什么。不看在别人的面子，看在楚风的面子，他也不能刁难楚灵溪和念天道人。白眉大人，您也别气馁，我决定了，今后常驻圣谷。您若想教导灵溪小友，我也不拦着。念天道人笑着对圣光白眉说道：“去，你自己的弟子自己教导，少占老夫便宜。”圣光白眉给了念天道人一个大大的白眼。师尊，我要去圣谷吗？那我娘亲他。楚灵溪对念天道人问道。可还不待念天道人开口，圣光白眉就开口了：“哎呀，你娘亲当然跟着你。虽然念天这老头没啥面子，但是楚风小友的面子在这呢。别说是你娘亲，你想带谁都可以。”此话说完，圣光白眉又看向楚风：“楚风小友，你若有朋友想去我圣谷，你一句话，我圣谷全盘接纳。多谢前辈。”楚风赶忙施以谢礼。他知道圣光白眉这番话就是告诉他，圣谷可以帮助楚风保护他想保护之人。可圣谷是何其自负的存在，能够给予这样的待遇，那的确是天大的面子了。楚风，既然你回来了，我们一起去暗夜神河吧。忽然楚灵溪说道。暗夜神河，听到这4个字，瞬息唤醒了楚风曾经的记忆。在大千上界有着6大神迹，这6大神迹分别叫做远海神山、九月神域、紫阳神宫、虚空神树、缥缈神门。暗夜神河，暗夜神河是一条只在夜晚出现的河流。这条河流可能流淌在大地之上、高山之巅，也可能流淌于海洋之中，甚至流淌于虚空之上，也可能流淌于地底深处。因为暗夜神河神出鬼没，且出现的方位一直变化不定，所以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它。但是暗夜神河流淌的水流却是金光璀璨，据说那河水是由金子化成，因为若是从河流中取出的河水，便会立刻化为金子，取出多少便会化作多少，并且那绝对不是寻常的金子，那是炼制兵器的至宝，可以用来炼制仙兵，甚至更强大的武器。因此这种金子被称暗夜神金。不仅河水本身是至宝，相传在河水深处还有更加神秘的宝藏，只是从未有人寻得过那宝藏。不过也正因为暗夜神河出现时间短暂，且出现地点飘忽不定，据说已经好多年没有暗夜神河的消息了。楚风也只是听闻而从未见过。你说的暗夜神河可是6大神迹之一？楚风确定性地问道。对啊，就是那个暗夜神河。楚灵溪连连点头。暗夜神河出现了，你知道位置？楚风问道。知道啊，整个大千上界都知道了。你来时的路上没有听闻吗？楚灵溪问道。楚风来时赶路很急，楚利奥得知圣光一族在为楚氏天族打造宫殿群外，还真没听闻暗夜神河之事。可是暗夜神河不是出现时间极短，如今既然已传遍大千上界，应该早就消失了才对啊。楚风问道。没有消失，还在呢。因为这一次的暗夜神河与众不同，我们正准备去瞧瞧呢，刚好一起啊。楚灵溪说道。等一下，这暗夜神河到底是什么地方？圣光白眉好奇地问道。见状，楚灵溪也不怠慢，赶忙为圣光白眉等人讲述起关于暗夜神河的事情。而了解了暗夜神河之后，圣光白眉等人也是非常的感兴趣。至于楚风，他对暗夜神河自然也很感兴趣。可是相比于这神迹之一，楚风则是更在乎楚氏天族的安危。而且他推断，暗夜神河此次开启这么久，短时间内应该也不会关闭。若真的关闭了，也只能说自己倒霉。相比于错过暗夜神河和错过族人的线索，楚风宁愿错过暗夜神河。所以楚风决定兵分2路，楚灵溪与圣光白眉他们先去暗夜神河那里，而楚风则是先去之前楚氏天族族人消失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黑衣人以及楚氏天族族人的线索。其实大千上界并不大，至少对于如今的楚风而言，大千上界已是一个较小的世界了。楚风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穿梭，所以他觉得不出意外，他此行也不会耽误太久。本来圣光白眉他们还想跟着楚风，可楚风说是私事之后，他们也不好多说，于是只得按照楚风的想法兵分2路。一番赶路之后，楚风终于来到了那楚氏天族消失且他之前遇到神秘人的地方。只是在这里，楚风什么线索都没有找到，那神秘人当初离开便应该再也没有回来过。虽然不甘，可也无可奈何，于是便离开此地，向楚灵溪告诉他的暗夜神河出现的地方行去。也因兵分2路，所以直奔暗夜神河的圣光白眉等人率先抵达了暗夜神河所出现的地方。这一次的暗夜神河浮现于云端之上，它金光璀璨，自远处看更像是一条金色的飘带，浮现于虚空之上、云端之间。尤其此时乃是夜色，更显美轮美奂。而靠近之后，则能够听到汹涌的水流奔腾咆哮，也能够确定它真的是一条河流。此时再观，更显壮观。暗夜神河每次出现时间都很短，所以想看到暗夜神河要碰运气。但这一次不同，距离发现它的时间到今日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的时间，所以暗夜神河的周围可谓是人满为患，各方势力的身影都出现在了暗夜神河的周围。不仅有大千上界内星陨圣地、鬼宗殿、极乐谷等顶尖势力，就连祖武星域的祖武龙城、神体王城、无名一族、乌马天族、离世天族、蛋台天族等势力也是来了不少人，并且几乎这些势力的顶尖人物和顶尖天才也全部到场。例如曾经祖武星域的主人无名一族族长无名斗天，以及无名一族族人无名烽火、无名元志、无名熊魔等，祖武龙城城主龙道之以及龙明等，神体王城城主以及孔慈、孔田慧等，妖族圣城城主以及仙云等，乌马天族族长以及乌马圣杰等，离世天族族长以及黎若初、黎月儿、黎暗之等，蛋台天族族长以及蛋台希儿等，星陨圣地圣主以及星陨八仙夏雨儿、宋云飞等，
道皇宫公主金鹤真仙以及弟子剑无情，还有金鹤真仙好友布衣老僧等，鬼宗殿殿主以及鬼愁老人、鬼眼童子等，及乐谷谷主以及任逍遥等，这些都是曾与楚风打过交道，或是为敌，或是未有的人物。虽说他们如今与楚风早已是天差地别，难以相提并论，可他们出现在这大千上界，却仍是当之无愧的大人物。正因为这些庞然大物以及大人物们的到场，使得大千上界的各方人马都只得躲在远处观望，不敢太过靠近暗夜神河。当然，这些势力和人物也只是在大千上界或者祖武星域的修武者眼中，才算得上是庞然大物和大人物。在圣光白眉、圣光不语、念天道人，甚至是群妖圣殿殿主的眼中，他们不过是一群小喽啰。圣光白眉他们根本都不会去正眼瞧他们，甚至连观察都懒得观察，自然也便没有直接现身。他们的目光都汇集在那暗夜神河之上。念天，你怎么看啊？一番观察后，圣光白眉对念天道人问道。虽然自身实力强于念天道人，可若真论观察力，圣光白眉也自认不如念天道人。这河水中的金子的确特别，倒是可以用来炼制兵器的材料，但也只是半成尊兵，若是炼制尊兵的话，都还差点意思。念天道人说道，这炼兵材料的确没啥意思，但不是说这暗夜神河内有宝物吗？怎么样，对于那宝物，你可观察出一些猫腻？圣光白眉又问道。的确有宝物的征兆，并且非常明显，但具体是何等宝物，则是无法探索。有些奇怪的是，明明进入河流之中便可进行探索，可这河中却又有着一股特别的力量，封锁住了这河流。话到此处，念天道人看向楚灵溪，灵溪，之前的暗夜神河应该不是这般吧？念天道人对楚灵溪问道。师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暗夜神河，不过对于暗夜神河，倒是听我父亲和我爷爷他们说起过很多次。根据他们所说，暗夜神河应该是可以随意进入的，不会有这样的限制。楚灵溪此话说完，又问道，师尊，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进去啊？楚灵溪知道各方势力的人汇集于此，都是察觉到此次暗夜神河的非同一般，只是暗夜神河的确进不去，他们也都在等待暗夜神河真正开启的时候。等？傻丫头，你若要等，恐怕等到这暗夜神河消失，也等不到能够进去之时。圣光白眉说道。白眉大人，为何呀？楚灵溪眨巴着大眼睛，有些不解地问道。有一股力量将这暗夜神河封锁住了，并且看样子好像不会消失，而这力量的具体实力难以估量，若是贸然破解，搞不好会遭到反噬。念天道人也给出了解释。啊，不会消失，还会反噬？楚灵溪有些慌了，他早就知道有力量封锁了这里，却没想到这力量不会消失，并且如此凶险。念天，你也看不穿那力量究竟是何水平吗？圣光白眉问道。说来惭愧，是老夫无能了。念天道人惭愧地叹息一声，他也没想到大千上界的神迹居然能够难得住他。那你觉得我们出手破解的话，那力量反噬的几率大不大？圣光白眉又问道。很大，念天道人说道。这他娘的！圣光白眉忍不住骂娘。圣光不语也是眉头微皱，本以为这里的神迹他们手到擒来，却没想到竟如此麻烦。白眉大人，你打算如何？圣光不语问道。如何？圣光不语，你怎么问出这种问题？咱们是谁啊？咱们代表的可是圣谷，而圣谷是谁？咱们身为这方天河统治者，若是被一个小小上界出现的所谓神迹吓到，以后传出去还怎么见人？圣光白眉说道。那白眉大人，依您的意思是要强行破除那力量？圣光不语问道。现身吧，也让这里的人见识一下我们圣谷的力量。圣光白眉的嘴角扬起了一抹上翘的弧度，虽然觉得有些棘手，可他其实还是充满自信的。随后只见其大袖一挥，那隐藏他们的力量便消散开来，但因为这周围聚集了太多身影，所以哪怕他们现身，也没有人立刻注意到他们。但圣光白眉且丝毫不担心，因为此时他的气息已是释放而出。当他的气息释放而出之后，天地都为之震荡，在场所有人的目光自然也都追随那力量来。那是何方神圣？如此可怕的气息，是他散发的吗？当人们看到圣光白眉等人之后，第一反应是恐惧，因为他们并不认识圣光白眉，更是从未感受过如此可怕的气息。那是念天道人、古明渊，还有楚氏天族的楚灵溪。真的是楚灵溪？真的是他吗？但是很快，人们认出了念天道人以及古明渊等人，尤其是古明渊和楚灵溪母女俩，竟然和这种大人物站在一起，这让他们意识到了极为了不得的事情。就在众人震惊之际，不远处的天际空间一阵颤抖，竟有数艘巨大的浮空战船浮现。那浮空战船上面皆是飘动着圣光一族的大旗，战船上面所站立的也皆是圣光一族族人，他们都是此次被圣光玄烨派遣到大千上界，为了讨好楚风，来给楚氏天族修建新的宫殿群的人。其实他们这种实力，修建宫殿群挥手之间即可完成，可为了表达诚意，圣光玄烨则是派出大量族人以及优秀工匠们手工盖建宫殿，所以他们也挺辛苦的。后来听说大千上界暗夜神河之事，再加上那宫殿群的进度也来得及，他们许多人便来到了这里。只是碍于圣光玄烨的交代，他们并没有直接现身，而是一直隐于暗处观察。只是眼见着圣光白眉他们都来了，他们自然不能继续躲在暗处，于是震耳欲聋的声音在那数艘战船之上响彻开来。拜见大人！圣光一族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跪在了甲板之上，对着圣光白眉等人施以跪拜大礼。圣光一族的出现本就将众人吓得不轻，毕竟那可是圣光天河的统治者啊，无论他们是何身份，在圣光一族面前都只是臣民。而当他们看到圣光一族族人居然对着圣光白眉等人施以跪拜大礼之后，他们也终于意识到了圣光白眉等人的身份，连圣光一族都跪的人，他们岂敢不跪？拜见大人！于是下一刻，
在场的所有人都对着圣光白眉等人施以大礼。这种气势的压迫下，就连站在圣光白眉身后的古明渊也是准备施以大礼。毕竟连圣光一族的人都施以跪拜大礼了，他这种身份若是不施礼，那显然说不过去。不必施礼，可他刚要动身，两道暗中传音便同时传入耳帘，是圣光白眉与圣光不语的声音。这两位都开口了，古明渊自然不敢不听，于是他下意识地看向了楚灵溪，这才发现相比于自己，楚灵溪可没有丝毫担忧。楚灵溪不仅没有打算失礼的意思，反而十分享受此时的感受，正兴奋地打量那些跪拜的众人。但对此古明渊也能理解，祖武星域的人都不说了，就连圣光一族的人都施以跪拜大礼，而那跪拜的方向正是他们所在的位置。他们此时正享受着与圣光白眉、圣光不语、念天道人三位相同的待遇，这是至高无上的待遇。那真的是楚灵溪吗？此时浩瀚人海之中，夏雨儿、宋云飞、鬼眼童子、剑无情、任逍遥等一种大千上界的小辈们偷偷观察着楚灵溪。当确认那就是楚灵溪之后，他们都是感觉难以置信。虽说楚灵溪在大千上界本就是楚氏天族高高在上的大小姐，可现在的身份比之以往明显已是天差地别。楚灵溪可是站在了那三位的身后，可是享受着圣光一族的跪拜大礼。圣光白眉三人看都莫看圣光一族，因为他们早就发现了圣光一族的存在。他们三人此时的目光都汇集在那暗夜神河之上，破开暗夜神河的封锁才是他们当下要做的事情。突然间磅礴的力量自三位渺小的身影轰出，直奔暗夜神河而去。圣光白眉、圣光不语以及念天道人同时出手了，强大的力量落入暗夜神河，顿时掀起了滔天的涟漪。一切发生的太快，人们什么都没看清，便感受到了滔天的杀意向他们袭击而来。这一瞬间，他们有了相同的感受，那就是他们即将陨灭。但很快，那致命的感觉被拦住了。此时他们能够看到，原来那差点要了他们性命的，那是三位大人出手后所掀起的涟漪。所幸三位大人早有准备，用力量封锁住了那涟漪，使得那涟漪没有将他们吞没，否则那涟漪过后，他们所有人都将飞灰烟灭。这是何等境界的力量？是至尊巅峰吗？大千上界的许多小辈低声讨论起来，他们见识有限，至尊境对于他们而言就已是高不可攀，只能仰望的境界了，所以才有了这样的猜测。至尊巅峰，你们也太小瞧那三位了，依我看那是武尊巅峰的力量。此时各方势力的大人物们给出了他们的猜测。武尊巅峰，听到这四个字，大千上界甚至是祖武星域各方势力的小辈们皆是吓得脸色惨白。武尊巅峰，就连至尊都是他们难以触及的境界，武尊巅峰恐怕在他们的梦里都难以实现，而现在他们居然看到了武尊巅峰的强者，这感觉简直如梦如幻。此时莫说夏雨儿、宋云飞、鬼眼童子、剑无情、任逍遥等一种大千上界的小辈们，就连龙宁、孔慈、仙云以及蛋台希儿等人看向楚灵溪母女，也是目光复杂。为何他们能与那样的人物站在一起？是因为楚风吗？其实他们心中基本都已经有了答案，也正因为有了答案，他们眼中也是有着难以掩饰的羡慕，甚至是嫉妒。其实夏雨儿他们这些大千上界的小辈倒还好，但是对于龙宁、孔慈、蛋台希儿等人而言，其实楚氏天族原本不算什么，就别说区楚灵溪了。而现在楚氏天族能够得到圣光一族如此重视，楚灵溪母女能够站在那等人物身后，其实都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便是楚风。是楚风给予了楚氏天族这样的无上荣耀，也是楚风给了楚灵溪母女能够站在这样令人仰望的位置。在小辈们羡慕之际，如龙道之、金鹤真仙、鬼宗殿殿主等长辈们内心则是有着一种骄傲感，毕竟他们都是曾看好楚风的人，但哪怕是他们也没有想到楚风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取得这样的成就。现如今居然连圣光一族都要与楚风交好了。楚风啊，楚风，你的终点到底会在哪里？这是他们内心的声音，因为他们已经无法确定楚风的最终高度会在哪里。可忽然刺耳的咆哮自暗夜神河响彻，紧接着这片天地都剧烈摇晃起来，顶尖强者们还能勉强站稳，而实力较弱的人已是人仰马翻，甚至只是天地的颤抖都让许多人难以承受，七孔流血，甚至昏死了过去。而再度观望，所有人都是大惊失色，只见一道红色的气焰如凶猛的巨兽一般自九魂天河喷涌而出，冲向了圣光白眉等人。眼下圣光白眉已将实力施展到了极致，可却难以抵挡那红色气焰，从他那扭曲的表情就能看出他的艰难。该死，这个鬼地方怎么有这么强的力量？圣光白眉后悔了，因为眼下正面的交锋，他能够感受到那力量有多可怕，这是他难以抵挡的力量。而在场之中，他已是最强，若是连他都无法抵挡，那他们今日会是何等下场？那是什么？连那样的大人都无法抵挡吗？此时所有人都能从圣光白眉等人的表情中看出，圣光白眉他们并不是那红色气焰的对手。他们此时才意识到这暗夜神河有多可怕，于是有胆小之人起身便逃，生怕遭受牵连。糟了，那三位大人快支撑不住了！眼见着红色气焰不断逼近，而圣光白眉等人脸上的痛苦之色也是越来越浓，所有人都意识到圣光白眉他们就要支撑不下去了。三位前辈，我没来晚吧？可就在此时，忽然一道声音响起，顺声观望，一道身影已是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而此人几乎在场之中所有人都认得，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他也是让楚氏天族得到这无上荣耀的根源。不晚不晚，楚风少侠，快出手啊！老夫抵挡不住了。看到楚风，圣光白眉顿时大喜，且不由催促起来。可是他的这番话则是让众人摸不清头脑。啥情况？这位大人疯了不成？他是何等人物？
他可是武尊巅峰，连圣光一族都要参拜的人物，连他都不是那红色气焰的对手，他让楚风出手，那不是要楚风的命吗？可就在众人不解之际，楚风的身影已是消失不见。当他再度出现之时，已是来到了红色气焰之前。只见楚风身上雷霆涌动，雷纹以及雷霆铠甲皆是浮现而出，随后手掌抬起，又对着红色气焰缓缓落下，一掌轰下，涟漪肆虐。而那恐怖的红色气焰竟在此刻被轰碎开来。这一刻，浩瀚天地已是鸦雀无声。他们不仅亲眼见到了楚风将那红色气焰轻易粉碎，更是能够感受到楚风的身上正散发着比那圣光白眉还要更为强大的气息。错觉吗？众人一个个的瞠目结舌，目瞪口呆，表情和眼中浮现出从未有过的惊容。楚风的修为竟超过了那位武尊巅峰的大人。这样说来，楚风也是武尊境，可这怎么可能啊？他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便修炼到这种境界？明明最强后辈争霸赛的时候，楚风还只是至尊境啊！就在众人感觉难以置信之际，那红色气焰再度自携带滔天的威势，自暗夜神河之中喷涌而出，直奔楚风席卷而去，并且这一次力量更强。见此情形，楚风倒也不慌，只见周遭空间扭曲，随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只圣兽显现而出，在4项神体的加持下，楚风的战力再度提升。虽无法踏入半神境，可其战力却已在8品武尊的基础上连续提升3重战力。楚风又是一拳轰出，可就是这简单的一拳，却使得那蕴藏毁天灭地之威能的红色气焰瞬间化成飞灰。可是很快，那红色气焰再度涌现，这一次那红色气焰的力量再度增强，已经到了楚风难以抗衡的地步。奎廷大人，力量借我一用。楚风此话说出，一道只有他能听见的声音便映入耳帘：属下遵命。那正是修罗王奎廷的声音。而伴随这道声音响彻，奎廷的力量已是自解灵空间，涌入到了楚风体内。4品半神的修为已是加持于楚风之身，得到半神力量。楚风只是大袖轻轻一挥，那红色气焰便灰飞烟灭。可就是这随意的一挥，却也使得楚风此时所掌握的力量暴露。那是什么气息？我没感觉错吧？莫说祖武星域以及大千上界的诸多修武者，就连圣光一族的众族人们也被楚风感受到的气息所吓到了。那是他们从未感受到过的气息，是只是感受到的那一瞬间便感觉快要窒息的气息。我说你们算是有福了，现在都给我打起精神，用心感受，说不定对你们修武一途会有莫大帮助。因为此时楚风小友释放的可是神级武力，这也可能是你们此生此世唯一能感受神级武力的机会，可莫要错过呀！就在众人不解之际，圣光白眉竟意外的开口了。而他这一开口，浩瀚天地顿时炸开了锅。神级武力，难道说楚风他已经踏入了半神境？那不是传说中的境界吗？众人仿佛灵魂都受到了冲击。半神境因为太过遥远，他们许多人甚至怀疑这个境界是否存在。但那位大人不会骗他们，既是神级武力，那至少也是半神境强者才能够掌控的。武尊境强者再强，也不可能掌控神级武力。楚风他竟已踏入半神境。再度看向楚风，人们似乎终于知道为何圣光一族会派出族人亲自为楚氏天族盖建宫殿了。原来楚风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人群之中，2道响亮的耳光响起，是神体王城的孔田慧。他这2道耳光没有打在别人脸上，而是打在了自己脸上，并且非常用力。那脸上血红的掌印便是最好的证明。这是做梦吧？我他娘的一定是在做梦吧？楚风兄弟再厉害，也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踏入传说中的半神境吧？那修武一途，他岂不是已经到顶了？他才多大呀？孔田慧张着大嘴，甚至怀疑眼前所见是否是真实的。而他这个人比较傻，哪怕这种场合声音也很大，在原本鸦雀无声的天地，几乎所有人都听到了他的话。而他的这番话映入大千上界那些小辈耳中，则是更为难受了。尤其是曾与楚风为敌的宋云飞等小辈，回想起初遇楚风的时候，楚风还只是真仙，当时他根本不把楚风放在眼里。可是现在楚风居然踏入了传说中的半神境，明明距离初遇楚风之时才过去了短短几年的时间而已啊！短短几年时间，楚风居然从真仙境跨越了天仙境、武仙境、尊者境、至尊境、武尊境这几大境界，这是人能做到的事吗？妖孽也做不到吧？而看到众人的反应，楚风也是颇为无奈，没想到圣光白眉会做出这种事情，这不是替他吹牛皮吗？自己明明只是8品武尊啊！可就在此时，红色气焰再度袭来，这一次红色气焰的力量已是超越了武尊，达到了1品半神的地步。不过1品半神对于楚风而言仍是不足为惧。楚风挥手之间再度轻松化解，可很快红色气焰又再次袭来，那力量已是达到了2品半神境。虽然这次楚风仍是轻松化解，可却已然察觉到了不对。诸位，此处极其危险，还请退远一点。眼见情况不对，楚风对众人说道。而楚风此时的楚风，于他们而言简直如神一般。他此话一出，众人岂敢怠慢，纷纷向远处退去。就连圣光白眉他们也是带着楚灵溪母女俩退到了觉得安全的位置，唯有楚风还留在原地。可楚风却也是严阵以待，眼中没有一丝大意，甚至楚风也做好了大事不妙，随时逃跑的准备。因为楚风发现这暗夜神河内的力量仿佛可以无限变强，这样下去，别说他借用了修罗王的力量，就算修罗王自己出手，也迟早无法抗衡红色气焰。果不其然，红色气焰再度来袭之时，其力量已是达到了3品半神的水平。虽然这次楚风依旧再度将其化解，可若红色气焰的力量达到4品半神，楚风也没有绝对把握可以抗衡。楚风大人，让我出去吧。修罗王主动说道。再等一下，若是还不行，便放弃。楚风没有让修罗王出场，是因为他也想用修罗王的力量来抗衡一下4品半神的力量，并且
他已经决定四品半神的力量抗衡之后，他也打算逃离此地，不准备继续再试了。因为四品半神之后，红色气焰的力量若再度出现，必然会达到五品半神，那个时候可就真的危险了。谨遵大人之意。至于修罗王，他把楚风的话当成命令看待，自然楚风说什么就听什么。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接下来那红色气焰并没有再度涌现，并且很快，那封锁暗夜神河的力量彻底消散了。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暗夜神河已经彻底开启，人们已经可以进入暗夜神河之内。成功了，楚风兄弟，你成功了！你把暗夜神河内那红色怪物击败了，你真是太他娘的帅了！下一刻，人群之中有人振臂高呼，乃是孔田惠。而在他的带领下，那浩瀚人海都响彻起了对楚风的欢呼，他们都觉得是楚风击败了那封锁暗夜神河的力量。见此情形，孔田惠则是话锋一转，拍着胸脯说道：“大家注意，这是我兄弟，这是我兄弟！这位神一样的人物，乃是我孔田惠的兄弟。”只是此时他的话语已被浩瀚人海的声音所淹没，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听到。可哪怕如此，孔田惠却仍乐此不疲地介绍着，脸上挂满了骄傲与自豪。可楚风在享受众人推崇之际，楚风却盯着暗夜神河，眉头微皱，他感觉有些不太对劲。首先，楚风觉得那封锁暗夜神河的力量虽与暗夜神河气息很像，但实际上有一点出入。而且楚风觉得就这样结束了，就更加不对劲了。因为按照规律来看，那红色气焰似乎不该到此为止，所以楚风仍谨慎地观察着。但最终他发现，那暗夜神河好像真的解封了，虽仍有疑虑，但暗夜神河的确是可以进入了。于是楚风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将目光扫向众人。他的目光在龙道之、鬼宗殿殿主孔田惠、孔慈、夏雨儿、黎若初、黎玉儿等人身上皆有停留，并且面露笑意。毕竟这可都是楚风的昔日好友，曾与楚风并肩奋战过的人。楚风是最看重情谊的人，哪怕自己如今的修为与那些昔日好友也有了较大的区别，可在楚风心中，这些人的位置永远也不会变。而那些人也都感受到了楚风的目光，从楚风的目光和笑容中，他们就能确定他们与楚风的关系没有一丝改变。于是无论是何身份，是何性格，在他们的脸上都或多或少地露出了喜悦的笑容。毕竟现在的楚风可是高高在上，那可真是光芒万丈如神一般。而这种时候，楚风还记得他们这些昔日好友，这带给了他们一种从未有过的高兴与激动。当楚风看向蛋台天族族人的时候，蛋台仙儿也是对楚风露出灿烂笑容，他因楚风能记得他而感到非常的高兴，甚至可以说是狂喜。可看到他们，楚风心中却涌现出一抹酸楚，因为那黑毛幽灵的出现，使得蛋台天族险些灭族。虽说如今活下来的都是精英，可蛋台天族的族人却已是非常之少。而想到黑毛幽灵，楚风又想起了白黎洛，毕竟黑毛幽灵在白黎洛身上留下的诅咒一直都在。若是可以，楚风很想尽快帮白黎洛解除那诅咒。只是白黎洛一直在楚氏天族闭关修炼，如今也早已随楚氏天族族人被那神秘人一同绑走了。而一想到楚氏天族族人如今下落不明，楚风心中便倍感无奈。明明自己修为已经突飞猛进，可仍有许多事情是他所无法掌控和左右的。拜见楚风大人。就在楚风陷入思绪之际，忽然一位圣光一族的长老只身一人来到了楚风近前。这个人楚风有些面熟，但却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楚风从他那紧张的神情看出，他应该是有事与自己说，于是问道：“有事？”楚风话音刚落，那位便直接跪在了楚风面前。楚风大人，其实我这位非常紧张，连话都说不清楚。别紧张，有话直说。楚风安抚道。可他刚要说话，圣光白眉则是来到了近前。你他娘的说话磕巴什么？丢我圣光一族的脸吗？圣光白眉怒目圆睁，而他这一吼，那位圣光一族长老更紧张了，浑身都不自控的剧烈颤抖起来。倒是楚风贴心的抬起手来，释放出一股结界之力，安抚住了他的情绪。现在说吧，楚风说道。楚风大人，其实我们冒昧来到大千上界，乃是奉圣光玄烨大人的命令而来。玄烨大人为自己当初所作所为深感愧疚，想以此方式进行弥补。这是圣光玄烨大人让我转交给楚风大人的，我怕日后没有机会见到楚风大人，所以今日冒昧求见，若有冒犯，还请楚风大人严惩。话罢，那位便低下头，可却高举双手，且手中有着一个乾坤袋。圣光玄烨，看来轮回地牢的受罚并未如传说那般可怕，否则他怎么还能对你们下达命令？你们倒也忠心，居然还会听从他的话。楚风没有接过乾坤袋，而是讽刺一笑。圣光玄烨所做之事，楚风现在可无法原谅。听到楚风这样说，那位圣光一族族人刚刚平稳的身体再度颤抖起来，说：“圣光玄烨怎么给你下达的命令？”圣光白眉也是怒声问道：“楚风。”而就此时，圣光不语来到了楚风近前。楚风，有一件事，我之前一直没找到机会跟你说，其实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圣光不语此时的表情也是有些为难。前辈，是与圣光玄烨有关吗？该不会是圣主大人出关后下达了放过圣光玄烨的命令吧？楚风问道。圣光玄烨毕竟掌管圣光一族多年，在圣光一族颇得人心。从当日降罪圣光玄烨之时，圣光一族族人的反应就能看得出来，圣光一族对圣光玄烨忠心之人不在少数。所以就算圣主让圣光玄烨恢复圣光一族族长的职位，楚风也不会觉得意外。只是若真是如此，楚风心中多少会有些不爽。没有，圣主大人出关紧急，这种小事我们没有汇报。圣光不语说道。不语前辈，是您放了圣光玄烨？楚风问道。当然不会，我怎么会放过圣光玄烨？只是
圣光玄烨毕竟是圣光一族族长，他对圣光一族较为了解，且忠心于的人不在少数，所以圣光玄烨已经逃走了。圣光不语说道：“逃走了。”对于此事，楚风倒是有些意外，的确逃走了，且他逃走之前还对这些人下达了亲手为你楚氏天族盖建宫殿的命令。而我觉得此举倒是能够彰显圣光一族对你的态度，也算是弥补他们的罪过。所以我知晓后，倒也没有阻拦。至于圣光玄烨，我早已派出圣谷之人去找，只要抓回来，必定加倍严惩。此事你敬请放心。而对于修建宫殿之事，我未能及时与你说，还请楚风小友莫怪。圣光不语似乎也有些惧怕楚风，说这些话的时候，竟然冷汗直流。看到这样的圣光不语，楚风倒是有些过意不去了。不管他与圣光玄烨有何恩怨，其实与圣光不语无关。圣光不语是真心帮楚风的前辈，也是楚风发自内心感激且尊敬的前辈。前辈，您对楚风的帮助，楚风始终铭记于心。其实此事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不用有什么顾虑。毕竟无论圣光玄烨犯过什么错，那都与您无关啊。楚风不想圣光不语有负担，说话时语气都是柔和了许多。当话落之后，还是看向楚灵犀：“灵犀，帮我一个忙，回头把圣光一族在我楚氏天族盖建的宫殿全部拆掉。”好，楚灵犀立刻应下。虽然具体缘由他尚不清楚，可他仍会毫无条件的站在楚风这一边。随后，楚风又看向那位圣光一族长老，只是此时无论是目光还是语气皆是转冷。若要忏悔，也是那圣光玄烨自己来忏悔。你们都回去吧，离开我大千上界。因为知道这些是忠心于圣光玄烨之人，所以楚风对他们也没有给予什么好脸色。忠心虽是赞美之词，可也要看忠心的是什么人。忠心错了人，便不配得到尊重。可谁曾想，就在此时，圣光白眉却也开口了：“他娘的，一个重罪之人的话，你们也听。滚回去之后，全都自行进入轮回地牢，否则要你们狗命！”圣光白眉恶狠狠地吼道。显然对于此事，他是当真一点也不知道，否则现在不会这样愤怒。白眉大人饶命啊！而听闻此话，在场的所有圣光一族族人都是跪地求饶。轮回地牢为何的？那进入其中，其实与死也是没了区别。算了，他们就不必罚了，让他们离开便是。楚风说道。还不快谢谢楚风少侠！见状，圣光不语赶忙说道：“可能他也觉得事情不必这般严重，多谢楚风大人饶命，多谢楚风大人饶命。”圣光一族众族人哪敢怠慢，纷纷向楚风道谢，不仅声音颤抖，甚至能够听到哭腔，可见他们真的是被吓坏了。圣光不语，你别插嘴。可圣光白眉却是不肯罢休。白眉前辈，算了。见状，楚风再度对圣光白眉说道：“楚风少侠，你算了，听你的。”圣光白眉见楚风都这样说了，也不好说什么，但还是看向圣光一族的那些族人：“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现在你们的主子是我圣谷，不是那圣光玄烨。若再让我知道你们有人敢听从他的命令，老子直接扒了他的皮！”圣光白眉此话一出，圣光一族众位族人纷纷磕头认罪，表示再也不敢犯此错误。而楚风也懒得再多看圣光一族，而是转身看向暗夜神河，再度认真观察起来。可刚刚的一幕却被众人看在眼里，他们或多或少也都听出了其中的一些猫腻。圣光玄烨似乎是得罪了楚风，而被关押了起来。圣光一族如今也都很惧怕楚风，尽管楚风的修为达到传说中的半神境，的确有让圣光一族惧怕的资格，可是圣光一族圣光玄烨的名字在他们的心中的地位已是根深蒂固，所以当圣光一族在楚风面前都唯唯诺诺的时候，仍是对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尤其是挤在远处人群中的2名女子，那冲击相比于他人则是更为强烈。别看他们只能隐于远处的人群之中，如喽啰一般，可实际上这2名女子认得楚风，她们是一对姐妹，皆是来自巩氏天族，分别叫做巩明月和巩晴。巩晴与楚风有着几分交情，所以看到楚风此时的姿态，她满脸的激动。但相比于自己的妹妹，巩明月的表情可就非常的难看了，因为相比于自己的妹妹，她与楚风的关系可并不好。可实际上，当初她若抓住机会，不仅她与楚风的关系会比巩晴与楚风的关系要好，甚至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比不上她与楚风，因为她的爷爷，也就是巩氏天族族长，与楚氏天族族长乃是好友。这巩氏天族族长很欣赏楚轩辕，所以在楚轩辕还没带着楚风回来的时候，就与楚氏天族族长做了约定，若楚轩辕日后有了女儿，他就让自己孙子娶楚轩辕的女儿；若楚轩辕有了儿子，便让楚轩辕的儿子娶自己的孙女。就这样，巩明月与楚风便有了这桩婚约。只是当初巩明月见到楚风后，对楚风却是非常嫌弃，所以见到楚风没多久，便当众否定了这桩婚约。姐姐，你看到楚风现在的样子，有没有后悔啊？忽然，巩晴看向巩明月，这个丫头也不聪明，真可谓哪壶不开提哪壶。巩明月没有说话，可心中却更加刺痛了。后悔还用现在吗？当初在九龙上界看着楚风与灵狐红飞交战时，他就已经后悔到连肠子都青了。至于现在，他的肠子更是亲上加亲，都快毁烂了。虽然他也贵为巩氏天族小姐，可眼下只能与这群素不相识的人挤在一起，连靠近暗夜神河的资格都没有。而楚风呢，他高高在上，连这圣光天河统治者圣光一族都要跪在楚风面前，就好像楚风才是这天河真正的王。不是王，王这个字已经配不上楚风。眼下情景，楚风更像是神，主宰天地的神，而他算什么？连无名一族以及3成的那些大人物，在圣光一族面前都宛如蝼蚁。他不过是蝼蚁中的蝼蚁，是只能躲在人群看热闹的路人甲而已。他真的悔死了。他甚至后悔到曾无数次梦到过楚风，梦里他又回到了与楚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只是梦里的他知道楚风后面会成大器，所以与楚风交好，最终修成正果。
只可惜那样的情景也只能在梦里实现了。毕竟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后悔药，他也没有重来的机会。因为龚明月姐妹俩站的实在太远太偏僻，所以楚风从头到尾都没有注意到龚明月姐妹俩。若是注意到了，就算不理着龚明月，也会与龚晴打个招呼。至于眼下，楚风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暗夜神河之中，看了片刻后，才将目光收回。诸位，暗夜神河已然可以踏入，但暗夜神河应该要不了多久便会关闭，时间大概是8到9个时辰，所以若想踏入其中，一定要算好时间。若是时间到了没有回来，我不确定是否还能通过其他方法离开暗夜神河。楚风给予了众人提示，这也是他观察出的结果。话罢，看向圣光白眉等人，前辈要一同下去看看吗？本来只是好奇，但是没想到这暗夜神河具有如此力量，既然已经开启，若不是下去看看，怕是会后悔一辈子。圣光白眉说道。而圣光不语以及古明渊、楚灵溪等人也是表达了想下去的意愿。随后楚风又看向龙道之、孔田慧、夏雨儿、黎若初等人，诸位前辈、诸位好友，若想一同进去的话，可随我同行。虽然目光扫视一圈，但他的这番话其实也只是对那些与自己关系好的人说的。见楚风这样一说，龙道之等众人立刻动身向楚风靠近。而在飞掠途中，他们也是倍感自豪，尤其是孔田慧，相比于他人，他可谓是洋洋得意，那表情神气极了。毕竟他们可是在那无数道羡慕的目光中前行着。楚风如今这般利奥德，而他们又与楚风关系不浅，换作是谁会不羡慕呢？这些可是能够与神同行之人。其实如今后悔的人可不止龚明月，后悔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因为当初他们都曾有机会与楚风交好，只是可惜他们眼光不行，错失了那大好的机会。尤其是像宋云飞这种当初不仅不与楚风交好，还与楚风为敌的人，他现在恨不得打死自己。不过当龙道之等人靠近之后，他们最先做的却是对圣光白眉等人施礼。没办法，对于这些人而言，圣光白眉他们的身份实在太高了，不敢不敬。其实圣光白眉真看不起这些人，但看在楚风的面子上，却也是笑脸相迎。孔田慧更是来到楚风近前，是有事想要询问楚风，可还不待他开口，一道女子的声音便率先响起：“楚风弟弟，你真的已是半神境吗？”这位抢在孔田慧之前问话的，乃是一位极其美貌的女子，她乃黎氏天族上一代的天才黎若初。若初姐，好久不见。看到黎若初靠近，楚风也是笑着打起了招呼。不愧是我的楚风弟弟，换做其他人，若有你这种成就，估计都会装作不认识我了吧？黎若初也是开玩笑的说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不认你们的。”楚风说话间，还冲着黎若初身后的黎玉儿招了招手。黎玉儿腼腆一笑，虽未说话，但却能从他的眼中看出，他此时也非常的激动。快说快说，你真的已是半神境吗？黎若初再度追问道。而此时原本喧闹的天地又变得安静起来，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楚风的回答。并非半神，现在的修为是8品5尊。楚风说道。那你刚才的力量？黎若初问道。那是一位戒灵前辈的力量借用给我了。楚风说道。所以你说的那位前辈是半神境的戒灵吗？黎若初问道。楚风点了点头。我的妈呀，半神境的戒灵都臣服你了吗？你这小子也太厉害了吧，你还是不是人啊？另外8品5尊不已是5尊巅峰吗？距离半神也不远了呀，你这小子到底是什么妖孽啊？你这修炼速度咋这么快啊？多少人花费几千年都无法突破一个小境界，可你倒好，短短几年突破了几重大境界。就算人和人之间有差距，可我从没想过差距能大到这种程度。闻所闻问，闻所未闻啊！黎若初夸张的张大了嘴巴，可哪怕如此，却也难掩她的美貌。至于其他人，也同样惊叹。毕竟不管是不是戒灵，可只要是楚风的戒灵，那也就等同楚风的实力。好了，若初姐，你要夸我，咱们回头慢慢夸，现在还是先进去吧，毕竟这暗夜神河可不等人。楚风指着暗夜神河说道。对，楚风所言极是，咱们还是先下去吧。见状，众人也是纷纷应承。随后楚风便用自己的力量带着一众好友一同跳入了暗夜神河。楚风之所要与他们同行，其实就是感觉暗夜神河不简单，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保护他们。跳入暗夜神河后，楚风便快速下潜，根据他的观察，一路深入便可靠近暗夜什么那宝物。糟了！可突然之间，楚风便心中一紧，暗叫不妙。起初一切都好，可是随着深入，楚风发现就在刚刚，原本跟在身后的所有人全都不见了，一股力量将他隔绝开来。而他想回头，却已然没有机会了，因为现在的他已不在暗夜神河之内，而是进入了一个结界隧道之中。还是低估了这里吗？楚风事先已经认真观察，明明已经确定跳入暗夜神河之中就可以向暗夜神河深处潜入，并未发现结界机关。可现在他们明显是触发了结界机关，被结界机关强行将他们每个人全都分开了。但眼下已成事实，楚风也没有办法，既然退无可退，便只能根据结界隧道向前深入。好在一路深入，楚风并未发现任何危险。尽管结界隧道内每前行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重结界之力笼罩全身，可那也并非危险的力量，而是一种洗涤的力量。洗涤，对进入此处的人进行洗涤，这到底是意思？带着种种不解，楚风只得继续前行，但也始终认真观察。于是很快楚风便发现，这结界隧道内暗藏着一道结界门，只是这道结界门却需要通过领悟才能够悟出，而这自然难不住楚风。楚风开始减缓前行速度，反而是认真领悟。果不其然，经过大概半个时辰之后，他终于悟得了那开启结界门的方法。当结界门开启之后，楚风也是毫不犹豫地踏入其中，因为根据他的经验，
这种隐藏中的东西往往会带来特别收益。穿过结界门，楚风发现他进入了一座古老的大殿之中，大殿之内充满了远古气息。难道说暗夜神河源自远古时期？楚风观察着这座大殿，可越是观察，内心越是有些不安。他发现这座大殿是封闭的，并没有出口，但这并非他不安的地方。让他不安的是，这座大殿更像是一座祭坛。祭坛，若真是祭坛，那么此时这祭坛之中只有他一个活物，他该不会要成为这里的献祭之物吧？嘎吱！然而就在楚风心慌之际，墙壁忽然传来声响，紧接着竟有一道门打开了。可楚风明明观察过，那里本没有门才对，为何现在突然出现了一道门呢？而此门打开后，进来了一个老头。这老头十分苍老，年龄极大，至少也有1万多岁。看他的样子，寿命似乎快到尽头了。但这老头的修为并不强，只是一位5仙境的修武者。至少对于楚风而言，他很弱。不过相比于老者，楚风注意到老者的身后背着一个袋子，袋子很特殊，也散发着远古气息，并且袋子还在微微扭动。那其中装着的应该是活物。好大的胆子！你是谁家的孩子，竟敢跑到这里来？老者看到楚风，顿时吓了一跳，转而便怒斥起来：“前辈，这里是何地方？”楚风好奇地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你都不知道？你是傻子吗？”老者诧异地看着楚风：“抱歉，前辈，在下是刚刚进入暗夜神河，对这里并不了解。”楚风说道：“刚刚进入暗夜神河，你居然敢对老夫撒这种谎！老夫进入这暗夜神河已经15000多年了，难道还不知道暗夜神河的入口在哪里吗？快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谁家的孩子？非要你父母好好惩戒你一番不可！”老者愤怒地吼道：“前辈，晚辈的确是通过暗夜神河进来的，晚辈叫做楚风。”楚风说道：“楚风。”听到这个名字，老者眉头微皱，因为他分明记得这里没有楚家这个姓氏。臭小子，还敢编？那你告诉我，你父亲叫什么？老者再度问道。在下父亲楚轩辕。楚风说道。什么？楚轩辕？楚轩辕是你父亲？听到这3个字，老者顿时脸色大变。而看他的表情，楚风意识到这老者很可能认识自己的父亲。可还不待楚风询问，那老者便再度开口，问出了一句让楚风莫名其妙的话：“那你知道楚轩辕到底是谁吗？”老者问道。前辈，您这……楚风被这位老者的话问懵了。老夫问你话呢，那楚轩辕到底是谁啊？老者继续追问道。楚轩辕是我父亲啊。楚风说道。那你真正的名字叫什么？老者又问道。我真正的名字就叫楚风。楚风说道。我知道了，你们父子俩故意隐姓埋名，实际上你叫楚风，你父亲叫楚轩辕，但在这里一直用假名生活。这样，你告诉我你们父子俩现在用的假名是什么？老者问道。前辈，您还是以为我就是在这里的人？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是这里的人，我是刚刚进来的。楚风解释道。你这小子怎么这么倔呢？行，一会跟我回去，我就不信打听不到你是谁家的孩子。那个时候你父亲到底是谁，也将真相大白。小样的，还想瞒我？老者此话说完，表情竟变得兴奋起来，喃喃的道：“总算让我找到这楚轩辕了，我一定要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而就在此时，老者身后的袋子内开始传来古怪的声音，并且剧烈摇晃。臭小子，光顾着和你聊天了，差点忘记时间，快出去！老者拉着楚风来到门口处，先是将楚风推了出去，随后他捏出一道符印落于袋子口上，随后大袖一挥，便将袋子丢了出去。与此同时，也是赶忙将门关闭。此时楚风注意到，他们2人现在处于一个幽暗的长廊之中，长廊尽头处便是他们刚刚出来的地方，并且这门从这长廊处是可以随时打开的，但是在大殿内却根本看不到这个门。简单的说，若是此门关闭，除非大殿内的生物能够将大殿摧毁，否则大殿内的人应该是没办法出来的。可眼下楚风却盯着那大门施展了天眼，他想看到大殿内此时的情况，可惊愕的发现根本看不到。之所以想看，首先好奇那袋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第二个，楚风出来的一瞬间有一种感觉，大殿内好像出现了新的气息，那气息与袋子无关，但楚风也无法确定那是不是错觉，因为那突然出现的气息不是楚风观察到的，更像是一种直觉。前辈，那袋子里装的是什么？楚风又对老者问道。是什么？当然是浑元妖草。老者不耐烦地说道。浑元妖草是什么？楚风又问道。装？你小子可真能装，居然装的连浑元妖草都不认得了。好啊，我倒是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跟我来。老者一把抓住楚风，就像生怕楚风逃走一样，就拉着楚风向外走去。没过多久，他们就走出了这长廊，回头观望才发现，他们刚刚走出来的地方是一个恢宏的大殿，但那大殿通体为灰色，建筑风格看着也蛮吓人的。值得一提的是，这大殿的远古气息非常浓厚，而殿门口居然还有几百个人把守，并且把守之人的修为可比这老者强多了，大多数是至尊境的修武者，其中还有2位武尊境的修武者。他们看到老者后深施一礼，可是看到楚风后却满脸惊讶。白大人，这是谁啊？他什么时候跟您进去的？那负责看守这里之人立刻围了上来。你们放什么狗屁？什么叫跟我进去的？是老夫把他从里面抓出来的。好家伙，老夫没怪你们，怎么把他放进去的？你们倒是栽赃嫁祸起老夫了。见这些看守者前来询问，老者也是顿时炸了毛。不敢，白大人，我们没有那个意思。而这些看守者别看修为比这老者强，可是似乎都很怕这位老者。你们不认得他？老者指着楚风对那些看守之人问道。不认得呀。众位守卫说道。听闻此话，老者也是眉头微微皱起，看了一眼楚风后似是产生了一抹疑虑，但他并未多说什么，而是拉着楚风御空而起，向远处行去。至于楚风，他什么也没说，也不再多问，而是就这样跟着老者。此时楚风心中其实充满了疑问，这暗夜神河内有修武者，并且修武者还不止一个，并且既然还有武尊境的修武者，
要知道，在原本大千上界，尊者境已是顶尖存在，至尊境那可是整个祖武星域的顶尖存在，而这里竟然有5尊境强者，并且还只是首位，多半说明这里还有更强的存在。其实看到老者，楚风第一反应是他们也是大千上界之人，是因为无法离开这里才被困在了这里。但现在楚风无法确定他们到底是不是大千上界的人进入的此处了，因为正常来说，大千上界的人没有那个天赋，自然也就无法修炼到这样的境界。抛开修为不谈，他们还在用一种浑元妖草的东西用来献祭，那么他们献祭的到底是什么？这让楚风非常好奇，同时也意识到了这暗夜神河比自己想的还要复杂得多。不过楚风觉得应该很快就有答案了。果不其然，跟随老者前行，没多久便发现了一座城池。那座城池的建筑风格较为正常，并没有给人不适之感。但这座城池明显是后建的，因为那座城池并没有远古气息，而那城池内则是生活着大量的修武者，不仅有人族，还有诸多妖族。至于数量，比楚风想象的还要多，竟然有数亿人口。只是他们普遍的修为并没有楚风想象的强，尊者境也有，只是很少，至尊境就更少了。最普遍的修为是真仙境、天仙境和武仙境，当然真仙之下的也有很多。至于5尊境，倒是也有，那些5尊境的修武者是在城池的深处，但数量特别的少。不过相比于他们的修为，楚风现在的注意力则是放在了城池外。城池外有着一条河流，那河流金灿灿的，与暗夜神河可谓一模一样，就连长度都是相差不多。而在又靠近了一些之后，那老者也是指着那条金灿灿的河流对楚风说道：“小子，看到了吗？那才是暗夜神河的出口，从暗夜神河进来的人都要从这里出来，并且暗夜神河刚刚才开启，那些人最快也要81个时辰之后才能进来，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进来？撒谎也不编个像样点的，真把老夫当白痴吗？”老者鄙夷地看着楚风，他非常坚信楚风就是这里的本地人，根本不是刚刚进来的。可他的这番话却让楚风暗叫不妙。81个时辰，楚风眉头皱起，他进入之前明明观察出了暗夜神河关闭的时间大概是8到9个时辰，当时楚风就看出暗夜神河关闭之后会很难出来，所以必须在这时间内出来。但没有想到进入暗夜神河会花费这么久的时间，也就是说，楚风如果没有领悟到结界门，直接进入那座献祭大殿，而是从那结界隧道内前行，就算以楚风的速度，可能也要花费不少时间才能进入。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81个时辰才进入这里，那怎么出去啊？楚风问出了心中疑虑。出去，但凡进入这里还能出去，我们也不至于被关在这里。小子，你装得够像的，要不是老夫年少之时就进入了这里，对此地极为了解，我还真以为你是刚进来的愣头青呢。此时，老者笑了笑，但却笑得很讽刺，就像在说，老子明明早就看穿你了，可你小子还在和老子装。可楚风此时却是心中一紧，不是因为老者的嘲讽，而是老者那句进来了便出不去，所以这里的人都是从暗夜神河进来便无法离开的人。楚风问道：“别装傻了，再装傻抽你。”老者说道：“我说了我没骗你，我是刚进来的，不信你去问他们，可有人认识我？”楚风指着城池中的人说道：“这还用你教我？老夫这就去问，老夫今日非要知道那楚轩辕到底是谁。”老者说话间便带着楚风快速入城，而听他的意思，楚风也大概明白了，这老者也不知道楚轩辕是谁，但他明显听闻过楚轩辕，所以对楚轩辕他才如此的好奇。这老者倒也是聪明人，没有进入城池之后大声嚷嚷，而是找到了负责记录城池人口的地方，这里拥有全城所有人的资料。可在这里，老者并没有找到关于楚风的资料。你该不会真的是刚进来的吧？可不对啊，暗夜神河明明刚刚开启不到半个时辰，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进来？老者看着楚风，感觉难以置信。他之前一直觉得楚风是本地人，是在骗他，可现在他的猜测已经被打破了，便不得不去接受楚风所说的身份，但这不符合常理，所以他还是想不通。你怎么不想想，我为何会出现在大殿内？楚风问道。是啊，你为何会出现在大殿内？老者问道。因为他分明记得那些守卫也说没有看到楚风进去，就好像楚风是凭空出现在大殿内的一般。暗夜神河开启，我便进入其中，在结界隧道中，我发现了一道隐藏的结界门，于是我便开启了那道结界门，穿过结界门，便直接进入了那座大殿。楚风说道。还有这种事，简直闻所未闻。老者抓耳挠腮，显然还是不愿意相信楚风的话，可若是不信，他也解释不清。罢了，我干脆带你去见雨薇大人，问个清楚。老者说话间便向城池深处行去。我说前辈，你好像根本不知道楚轩辕是谁，但是你应该听说过他，你是从何处听说楚轩辕的？可是那位雨薇大人，楚风问道。这件事你先别问了，小子，我问你，那楚轩辕到底是不是你父亲？这件事你没撒谎吧？老者问道。这种事岂能撒谎？楚风说道。那就好。老者此话说完，便带着楚风继续前行。没过多久，他便带着楚风来到了一座大殿之中。楚风凭借天眼可以看穿大殿，大殿内有着远古时期的阵法，而那阵法前盘坐着一名老妇，老妇双眼紧闭，盘坐在那远古阵法之前，似是在修炼。至于那阵法究竟有何作用，楚风一时之间竟也难以断定。不过相比于那阵法，楚风更多的关注则是放在了那老妇身上，因为一切的谜团很可能在这位老妇身上能够得到答案，他必然就是老者所说的雨薇大人。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楚风根本无法看穿老妇的修为，甚至察觉不到他的气息。若不是这位被称为白大人的老者带着楚风向此处行来，楚风甚至之前都没发现这座宫殿内还有这样一位深不可测的老妇。大殿外有人守着，负责看守这里的皆是5尊境修武者，他们正是楚风还没入城前便察觉到的5尊境修武者。楚风本来觉得他们是这里的大人物，
却不曾想只是看门的。但这也更能体现出那位羽薇大人的地位非同小可。白大人，羽薇大人正在闭关，不让外人打扰。当楚风二人靠近后，负责看守此处的守卫对老者说道：“老夫有要事与羽薇大人说，让老夫进去。”白大人说话的同时，便已拉着楚风推门而入。而那些人虽然面露为难之色，但是倒也没有阻拦。从此可以看出，这位白大人虽然修为不高，但在这里的地位当真不低。白大人轻车熟路，带着楚风直接来到了那位老夫闭关之地，如今已是一门之隔。于是白大人只得叩门之后，且在外面喊道：“羽薇大人，老夫有要事求见。”而他话音刚落，那门内也是传来了老夫的声音。果然，他就是羽薇大人。老白，此时乃关键时刻，有事改日再说。羽薇大人道。此时，白大人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再度开口：“羽薇大人，暗夜神河半个时辰前开启了。”白大人说道：“暗夜神河终于开启了吗？倒是希望这一次不要再有人踏入了。”羽薇大人说道：“羽薇大人，已经有人进来了。”白大人说道：“荒唐，不是说才开启半个时辰，怎么可能有人这么快便进来？”羽薇大人对此也不相信。羽薇大人，老夫也觉得难以置信，可真的有人一个年轻人出现在了献魂殿之内。据他所说，他是在进入暗夜神河的结界隧道中，发现了一道结界门，穿过那结界门，便直接进入了献魂殿。白大人说道：“虽然隔着大门，白大人的确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可楚风却一直用天眼观察着那位羽薇大人。之前羽薇大人与白大人交谈，表情都是毫无变化，虽然此时仍闭着眼眸，可表情却有了明显的变化，那是一种情绪的反应。居然有人能够领悟到那结界门。”羽薇大人叹道：“羽薇大人，难道那结界门真的存在吗？真的有能够直接从结界隧道内进入献魂殿的结界门？”白大人问道。显然他也意识到羽薇大人是知晓此事的，而羽薇大人这样说，则是让他更加相信了楚风所说的话。老白，此事以后再说，但羽薇大人急于修炼，所以也不愿与白大人说太多。羽薇大人，若只是此事，老夫不敢打扰你，而是这位进入献魂殿的小友，自称是楚轩辕的儿子。白大人说道。什么？听闻此话，羽薇大人紧闭的眼眸立刻睁开，并且很快将目光投在了楚风身上。而当他看到楚风那一刻，他不仅睁大眼眸，更是立刻站起身来，越是打量楚风，脸上的激动越是浓郁，甚至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突然，只见其大袖一挥，那紧闭的殿门便随之打开。老白，他便是你说的那个小友？羽薇大人问道。羽薇大人，正是他。他说他叫做楚风，是楚轩辕的儿子。羽薇大人，这楚轩辕究竟是谁啊？白大人好奇地问道。老白，你先退下。话罢，羽薇大人看向楚风，这位小友能否单独聊一下？羽薇大人对楚风说道。而楚风也明白他的意思，直接踏入了这座带有远古阵法的大殿之中。老白，去外面等我。羽薇大人又看了一眼白大人，那白大人虽不情愿，但看羽薇大人那凝重的表情，却也只得转身向这座宫殿外行去。而白大人走后，羽薇大人则是亲自走到殿门前，手动将这座大殿的殿门关闭。此时，不仅这座大殿内，整座宫殿内便只剩下了楚风与这羽薇大人两个人。而楚风知道他心中的诸多不解，这位羽薇大人必然能够解开，所以他也是迫不及待了。前辈，楚风刚想询问，可这才发现那羽薇大人竟已经跪在了自己面前。老奴拜见小少主。